今晚快歇会儿。你堂堂京城第一才女，为了顾景亭那个混小子，在这后宅厨房里窝了7年，娘看着心疼。娘，您又说这个，这是今晚自己选的，不后悔。哼，他顾景亭没这个福气。今晚你别替那小子说话。这7年侯府的上下中贵，朝堂的权顾人情，哪一样不是你在替他打理？他能娶到你，是他祖上烧了高香。祖父，爹爹今天真的会陪我放平安灯吗？他都3年没陪我过生辰了。他人呢？念安7岁生辰，他还敢不露面？公真，您别生气，他在后堂换常服，马上就过来。爹爹，你终于来了！娘亲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八宝鸭。站住！你去哪儿？君英有急事非去不可。你答应过念安，今天陪他过7岁生辰，点个平安灯、一炷香的功夫都等不了吗？一个只懂后宅长短的妇道人家懂什么？滚开！这个畜生反了天了！念安不哭，祖母在，爹爹是坏蛋，咱不要他了。娘亲现在就去把爹爹找回来。这么晚了，他能去哪儿？这是晶晶，我终于见到你了，我好怕。我前夫把我们母女俩赶了出来，家庄宅子都没了，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别怕，莲儿，有我在。从今天起，本后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你们母女。顾景亭，我给了你7年，是你自己不要的。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站住，解释一下。你跟踪本侯！女儿7岁生辰，你拿军中急务当借口，跑去城郊接你的旧情人。顾景亭，你如今谎都懒得编了吗？莲儿刚和离，一个人带着孩子回京，无依无靠，我作为旧时去接应一下，怎么了？你身为侯府主母，能不能大度一点？大度？我让你当街去抱别的女人，让你把女儿的生辰忘得一干二净。你能不能别无理取闹了？你一个被困在后宅7年，与外头脱节的妇道人家，除了捕风捉影，还会干什么？我与外头脱节？顾景亭，你摸着良心说，这7年，公爹在朝堂的那些人脉关系，是谁在替你走动维护？侯府名下所有庄铺每个季度的账册，是谁熬夜帮你核算填补？去年政敌弹劾，差点让你丢掉兵权将印的死局，那脱身之策又是谁写的？你除了在折子上按下私印，你还会干什么？那都是你自愿的，现在拿出来邀功！景亭，你到府了吗？千万别跟姐姐吵架，都是莲儿不好，我不该在娇娇突发高热、最无助的时候第一个想到你。你快去哄哄姐姐，她肯定误会了。你听见没有？莲儿的女儿在发高热，她那般善良，还在替你着想。你呢？你只会像个怨妇一样在这质问我。另外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他善良，丑时深夜给你这有妇之夫传这种急信，字字句句都在提醒你，他更柔弱，更需要你。顾景亭，你的脑子是被他当水喝了吗？今晚你敢踏出这个门，我们就彻底完了！滚开！别挡本侯的路！娘亲，娘亲，你疼不疼？爹爹他为什么推你？娘亲不疼，别怕。爹爹是不是去找那个姨母了？他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们了？念安，记住，不是他不要我们，是我们不要他了。顾景亭，
你让我女儿亲眼看到你的暴虐，让她为你流泪，我会让你用剩下的一切来还。母亲，顾景婷在外头有了别的女人。大白天你胡说什么？他为了救情人，竟在念安生辰当晚动手推我。我想和离。和离？你疯了！男人逢场作戏不是很正常？他推你一下，能掉块肉吗？可侯府主母这个位置要是掉了，那是要命的。你都30岁了，被困在后宅7年不理外物，和离之后谁要你？母亲，他当着念安的面……行了，别跟我说这些没用的。你就是日子过得太舒坦，矫情。赶紧回去给顾景婷低个头，把人哄回来。你要是敢因为这点小事儿闹和离，我就没你这个女儿。娘亲，好，这条路我自己走。婉婉，公公婆母，你们怎么……好孩子受委屈了，是我们顾家对不起你。婆母，你们怎么知道的？你那个好母亲跑到府里来，亲口对我们说的。亲家母，婉婉不懂事，跟景婷闹了点小脾气，您别往心里去啊。哦，婉婉向来识大体，不是无理取闹的。孩子出什么事儿了？嗨，也不是大事儿，就是景婷昨晚没回府。她瞎想，男人嘛，在外面应酬，陪陪旧相识也很正常。我已经骂过她了，让她坐稳侯府主母的位置，比什么都强。他3言2语，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我立刻让人去查了那个白眼狼，竟敢拿顾家的私产进屋藏娇，把那个姓苏的女人和她的女儿就安置在了城东的博耀府。这是他打你了，顾景婷，他敢对你动手！祖父，昨天晚上爹爹好凶，把娘亲推倒了，娘亲撞在桌角上都青了。白眼狼，我顾家的脸都被他丢尽了。婉婉，你给我听清楚，我顾家只认你这一个儿媳妇。那个外室休想进我顾家的大门。婉婉别怕，你亲娘不要你，我要你。今天我就是打断他的腿，也给你把这个公道讨回来。公公，婆母，去，把那个白眼狼给我从那个女人的院子里拖回来。我今天倒要看看他想要那个外室，还是想要这个家。顾景婷，你亲手扔掉的底牌，现在归我了。干什么？放开本侯！父亲，跪下！凭什么？我又没做错。我让你跪下！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马上跟那个姓苏的断得干干净净，去给青薇磕头认错，否则你手里的兵权印系，包括你这世袭的侯河之位，老夫今日就全部收回。又是这套控制，你们永远只有这一招。你说什么？我倒要问问你们，7年前，你们可曾问过我想要什么？莲儿被迫远走他乡，你们用断绝父子关系来逼我娶上官清婉，在你们眼里，联姻不过是权衡利弊的筹码。上官清婉是你们相中的最佳盟，那我呢？我是你们用来交换家族利益的工具吗？所以你现在是来讨伐我们了？我只是在夺回我被剥夺了7年的东西，是你们逼我的。你这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，清婉替你稳固大后方，替你打理朝堂人脉，替你把这偌大的侯府上下操持得井井有条，你竟敢说你没爱过他？你的良心是被狗吃了吗？那都是他自愿的，他图的不就是这侯府主母的尊荣吗？他跟你们一样，都想用这些恩惠来控制我。只有莲儿，只有他懂我，他是真心爱我这个人，而不是爱我头顶这顶侯爷的乌纱。你懂爱？哼，你的爱就是为你生儿育女的结发妻子推倒在地，跑去给别人的野种当爹。顾景婷，你连自己值几斤几两都掂量不清楚，还指望别人真心爱你这个人？你们都被上官清婉洗脑了！我告诉你们，这次谁也别想再逼我！反了，反了天了！上官清婉
你可真行，自己说不动我就搬出我爹娘来压我。少装了，你嫁给我7年，图的不就是我们顾家的权势和地位吗？你根本不爱我，你爱的是侯爵夫人这4个字。我不爱你，顾景亭，你晨起喝的参茶必须是8分烫，多1分你嫌烫嘴，少1分你嫌寒凉。你的锦袍暗扣必须朝左系，否则你便浑身不自在。念安3岁那年染了重症惊风，在鬼门关走了一遭。是谁在药房外的冰冷石阶上合衣守了整整30个日夜？这些还需要我来提醒你吗？哼，那叫爱吗？那叫老妈子。莲儿从来不会拿这些琐事来质问我，她只会心疼我在朝堂上累不累，不像你，只会算计自己到底付出了多少。他捏着你私库的钥匙，知道你全部的家底，他当然心疼你。顾景亭，你连真心和算计都分不清，你就是嫉妒，你嫉妒莲儿比你更懂我。你留不住我的心，就想拿我爹娘和孩子来绑架我。上官清婉，你这种斤斤计较的毒妇，根本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用情至深。我告诉你，这妻本侯休定了，就算今日自夺爵位，净身出户，我要跟莲儿在一起。你死了这条心吧。净身出户，顾景瀚，这句话我替你记下了。景真，出什么事了？可是侯爷和老夫人为难你了？为难？他们竟当着满院下人的面，让我堂堂侯爵下跪，就为了上官清婉。7年前他们以死相逼，按着我的头娶了上官清婉。7年后，竟还想拿着侯府的权势和金银来拿捏我。我顾景亭是堂堂7尺男儿，不是他们手里任人摆布的提线木偶。都怪莲儿，是莲儿的出现连累了你。他们让我跟你彻底断绝来往，滚回去给上官清婉磕头认错，不然就要收回我手里的印玺，褫夺我的一切。你干什么？你这是干什么？景亭，我不能再害你了，你快回侯府去吧，跟老皇爷爷低个头认个错。顾家不能没有你这根顶梁柱啊！我这就带娇娇走，我们就当从来没回过京城。我们不该回来的。我不准你走！你放开我！你爹娘说的对，我是个合离国的下堂妇，我配不上你，我只会给你惹来无尽的祸害。闭嘴！7年前我没能护住你，眼睁睁看你被逼远走他乡受尽苦楚，是我顾景亭无能。这一次，就算是天王老子，也休想再把你从我身边夺走。可是你的兵权，顾家的万贯家财，哼，大不了我1分不要。我自幼雄读兵书，武艺超群，难道离了侯府的庇荫，我就活不成了吗？我什么爵位权势都可以不要，但我绝不能没有你。景亭，灵儿，你在此乖乖等我，我这就回府，亲手写下休书，送到上官清婉的面前。净身出户又怎样？只要有你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净身出户未免太过天真。你真以为我处心积虑回来，图的是一无所有的你？不过正好，只要你休了上官清婉，按本朝律规，这侯府的半壁家产至少有1半落入你的口袋。哼，上官清婉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，这侯门主母的宝座也该换我苏莲儿来坐坐了。上官清婉，和离！我受够了！这份和离书我已画押，我自愿放弃顾家所有家产，净身出户，现在就签，放我自由！你再说一遍！侯府的宅院、田产、铺面，甚至兵权印玺，我一样都不带走，我只要和莲儿在一起。你以为你脱了顾家这层皮，脱了这身锦袍，你还算是个什么东西？我是一个人，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，不是你们用来巩固朝堂权力的工具。这7年的傀儡日子我受够了！逆子，老夫今日就亲手打死你！公爹，别气坏了身子，自愿放弃所有家产，净身出户。顾景亭，你确定？少废话，敢不敢签？
好了，你可以滚了。你就这么签了？你连一句挽回的话都懒得说。挽回你，顾景亭，我求你陪念安过一次7岁生辰，你做到了吗？有什么值得我挽回的？来人，即刻查封顾景亭名下所有的私库和账房。明日一早，老夫便亲自上奏圣上，收回他在军中的一切职务，请旨褫夺他的侯爵之位，将其逐出族谱。从这一刻起，他花的每一文钱都跟我顾家再没关系。哼，随便你们，我顾景亭自幼熟读兵书，就算不靠你们侯府的门荫，也饿不死。顾景亭，你今天踏出这个门，就再也不是我顾家的人。青婉，这事儿让你受委屈了。婆母，这不叫委屈，这叫及时止损。景恒，你怎么淋成这样？莲儿，我做到了，我跟上官青言和离了。真的？那侯府那边怎么说？我净身出户了，我的私库全被查封，马车亲父也都被收走了，军中的兵权和职务也没了。我现在真的一无所有了。但是莲儿，我还有一双手，一身武艺，我会努力谋生，哪怕去码头做苦力，去镖局走镖，也一定会养活你和娇娇。你说一无所有，连私库里的银钱也全被封了。钱财算什么？有你就够了。从今日起，我们重新开始。我明日一早便去城中询问差事。景亭，你先进屋来，别淋雨染了风寒。净身出户，一分钱都没弄到，真是个彻头彻尾的废物。老娘真是白算计了这么久。公爹，婆母，坐。顾景亭那个白眼狼，为了个外室，连100年的家业都不要了。现在侯府上下及宗族内人心惶惶，族里那几个居心叵测的老东西，都在等着看我们大房的笑话。那逆子是彻底靠不住了。青婉，现在能稳住这局面的唯有你。这7年，这偌大的侯府外头的那些产业，离了你，只怕早就散了。这是顾氏一族的家主印信和掌家令牌。从明日起，顾氏一族所有的产业和人脉，全权交由你打理。公爹婆母，多谢你们的信任，青婉定不辱命。听说了吗？小侯爷为了个外室，竟自愿净身出户了，荒唐！如今竞选皇商在即，这节骨眼上闹出这等丑事，老侯爷竟还让一个深门后宅的妇人来当家，这不是拿着咱们顾家的基业开玩笑吗？哼，一个7年没碰过账本的女人，懂什么商道？今日咱们非得逼老侯爷收回成命不可！诸位，顾家竞选皇商之事已至最后关头，顾景亭名下所有产业份额皆已封存划归宫中，侯府大掌柜的印数与决断之权，从今日起由我代行。各位可有异议？意义大了！我跟着老侯爷走南闯北，打下这片家业15年，今日竟让一个困在后宅7年、只知相夫教子的妇道与人来主理这数百万两白银的盘子！老侯爷，顾景亭胡闹，净身出户。您难道也要拿我们这些族老的心血陪您儿媳妇过家家吗？赵叔叔说得对，送审户部的账册足有2000多页，少奶奶，您分得清总收和净利吗？哼，若是搞砸了内务府的监验核查，谁来担这个干死？我今日就把话撂在这儿，让一个围着灶台转的女人对我们指手画脚，绝无可能。哼，明日的宗族大会，我定要提议收回这当家大权。赵族叔提议收回印史，还有谁复议？都没了。那便轮到我了。城东运河苏道的差事，赵族叔主理木石采买，报订单上的数目比市面均价高出了1成半。第12页，你在江南地下钱庄上个月走的不记名流水。
顾景亭在上面盖了私印，不代表我上官清婉查不出这笔烂账。要我让人抄入100份贴在宗祠大门上，让大家看个明白吗？顾景亭当甩手掌柜留下的烂账，我用3个通宵全对平了。顾家绝不养中饱私囊的蛀虫。现在还有谁对我的掌权有异议？既然没有，那便翻开第1项议程，竞选皇商的进度表，全县提前7日，都给我跟上进度。顾景亭，你弃如敝履的江山，我接盘了。不过从今日起，这顾家的基业得听我的。景亭，娇娇下月就得去京城顶级的云松书院进学了，这是校院开出的庶书与打点上下的礼单，足足要3000两白银。之前说好这笔拜师的银子由你来出的，现在要不我还是去求求我前夫吧。3000两，怎么这么急？我名下的铺子和私库不是刚被老头子给查封冻结了吗？我知道你刚净身出户，手头紧，可娇娇以前在江南上的也是名儒私塾，若是回了京城，连个体面的书园都进不去，外头那些世家夫人和小姐们会笑话她的。要不我把咱们住的这处宅院给典当抵押了，换点银子。抵押什么宅院？这宅子是我花钱租来的。区3000两，我顾景亭财富会拿不出来？来人啊！去趟城东找赵公子，就说我顾亭手头紧，让他速速拿3000两银票来救个急。下个月本侯，我连本带利还他。赵公子怎么说？银票呢？我家公子有话让小的念给您听。哟，这借钱的是谁呀？这不是顾家大少爷吗？你那私库里不是有着金山银山吗？怎么连区3000两白银都拿不出来了？赵公子，我家主子急用，您借还是不借？废什么话，借呀！不过如今京城的权贵圈子里都传遍了，他顾景亭为了个外室净身出户，连顾家大掌柜的位子都被他那下堂妇给顶了去。你回去问问他，他如今拿什么还？哼，拿他那感天动地的真爱吗？这样吧，你让他现在就滚来醉仙楼这天字号雅座，给哥几个跪下斟杯酒，叫声爷，我便赏他300两碎银。哼，也够他那新天间上的白月光买盒上好的水粉了。哼，顾公子，我家公子的话带到了，您看这醉仙楼，您是去还是不去啊？赵洪昌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滚！景亭，借不到便罢了，你别为了我们母女去低三下四的求人。我明日就去外头打听打听，哪里能快速周转筹措银两，先把娇娇进学堂的诗书凑上。借什么银子钱？还不都是怪上官清婉那个毒妇，把事情做得这般绝。你放心，我明日就去街上寻个正经差事。哼，凭我昔日太学府头名满腹经纶的才学，还怕赚不到这3000两白银？景亭，你对我真好。连3000两银子都借不到，还指望你养我？废物！王大官人，妾身是娇娇的娘亲，之前在云松书院打点入学的名词时，曾有幸见过您的拜帖，今日可算见着真人了。哦，便是名次上那个刚和离从江南回京的寡弱妇人。是呀，这京城书院的规矩，妾身还不懂。娇娇下个月进书院，还得交那3000两白银的试生，妾身正愁得夜不能寐呢。王大官人能不能学规矩教术书啊？那得看你这规矩学得有多快了。一个人来的？一个人。
大官人今晚若是不嫌弃，莲儿都听凭您安排。好，今晚跟我走，缺多少叔叔银子也给你补上。那莲儿可就赖上您了。少夫人，这300万两白银的入股，沈某跟了。不过小侯爷刚净身出户，顾家现在的产业干股，经得起衙门的盘查吗？他名下那3成的红利已被全面查封，现在的顾家由我全权做主，明日便去官府盖下红契，走完章程。爽快！王大官人这老狐狸，向来是只认钱不认人的。那个女的看着眼生，是哪家秦楼楚燕送来的花娘？不是花娘，是我前头那个夫君，刚回京的真爱。顾景亭连顾家当家的位子都不要了，就为了保他，这眼光真是绝了！这荒唐事儿，少夫人准备派人去给你前头那位透个信儿吗？不透。哦，不让他看看自己头顶那顶油绿的帽子。他现在全身上下连3000两银子都掏不出，叫醒他干什么？让他继续活在真爱的黄粱美梦里，等梦碎了，才是真正的笑。王老哥，这批西域水沉香是波梭舶来的极品，足过了5道淬炼工序。哼，行了，顾大少爷，以前顾家的买卖我求都求不来，今天怎么跑来跟我兜售香料了？外头圈里传你为了个女人净身出户，竟是真的？以前是以前，我现在自立门户做营生。王老哥看在过去的面子上，面子行啊，这碗酒喝了，我就定10卡。王老哥，我未饥未愈，能不能换茶？哼，喝不了，大门在那边。顾家前任大掌柜，堂堂小侯爷的酒，我可不敢勉强。再来，够你赚上100两银子了！能让小侯爷给我陪酒值了！第3杯，明日把供货的契书送过来。这画上的男人是谁？景正，你听我说，问你他是谁？是掌管木石行当的王大官人。你昨日不是说拉不到买卖吗？他手里有大单子，我就去画坊见了他一面。见一面需要搂着腰捏下巴。我能怎么办？你的死库被顾家全封了，娇娇下月去书院的师兄足要3000两。你今日出去低3下4的兜售香料，连给你做身新上山的铜板都掏不出来。我一个柔弱妇人，除了拉下脸去求人，还能拿什么帮你？那个王大官人许诺给我1万两白银，让我直接跟他走。我要是图钱，还会委屈跪在这个连顿热粥都喝不上的破旧小院里吗？我忍辱负重，都是为了保住你小侯爷的颜面和自尊啊！他说的对，如果他图钱，早就该跟那姓王的走了。如果连他都在骗我，那我为了他净身出户算什么？全是个笑话吗？并非是他贪图外物，是我顾景亭没用，是我如今连养活他们母女的本事都没有。莲儿，对不住，是我没本事，让你受委屈了。你别这样说自己，只要能帮你熬过眼下的难关，我受点委屈算什么？以后不准再去见那个姓王的。我顾景亭就算去码头扛大棒，去街头卖字画，也绝不会再让你去那种人面前卖笑。意外被发现画像，反倒不用我费心说辞，倒省得我费心再编别的理由。
王大国这条摇钱树，我可断不了。至于你这个榨不出一滴油水的废物，哼，眼下也就剩个挡箭牌的用处了。各位，我顾家竞选皇商的初审，内务府以1次瞻验通过，停滞了3年的皇商名额，清婉仅用了3个月便拿下了。这杯酒，敬我顾家如今的当家人清婉。恭喜少夫人，贺喜老侯爷。之前我还担心小王爷净身出户，会影响顾家这偌大的盘子。现在看来，老侯爷您是换了个手段更狠的当家人啊！沈掌柜，你那300万两白银的入股没白砸吧？3个月便翻了2成的红利，顾家这块金字招牌，沈某算是阿对了。少夫人，沈某敬你。沈掌柜客气，我顾家不养吃白饭的闲人，也绝不做亏本的买卖。清婉，打开看看。这是顾家核心产业近1成干股的转让红契，这是你应得的。从今日起，你不再是代行全责，你是这顾家真正的主人。这是我当年陪嫁的物件，顾家主母传了3代，今日便正式传给你了。娘亲，祖父祖母送了你好多礼物。娘亲现在是不是全京城最大的当家人啦？多谢公爹婆母的信任，顾家的未来我接了。明日一早晨时，顾家名下所有商号铺面准时开市。李管事，这批西域水沉香，您若是能帮我推销给城东的那些高门大户，我给您留个底价，再额外搭送您2匣子头等香丸，您看如何？行，回头再说吧。哎，你听见里头的动静没？今晚可是侯府顾家的庆功大宴，竞选皇商的初审，人家1次就过了。听说了，听说顾家那个新掌权的女当家人上官清婉，以前就是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内宅妇人。这老侯爷也真敢放权，把这么大的家业交给个女人，就不怕赔个底朝天？可能运气好吧？什么运气？人家3个月足足赚了上百万两白银。要我说，最搞笑的还是他前头那位堂堂顾家小侯爷，为了个带着拖油瓶的下堂妇初恋，竟然自请净身出户，把这么厉害的老婆和万贯家业全扔了。你说这男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，被驴给踢了？李管事，我去那边透透气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我还听说那前夫现在满大街的兜售香料卖笑，连个3000两进书选的束缚都凑不起。这种极品蠢货，活该一辈子翻不了身。那个当家人的位置，那些祖老的恭维，那个笑得风华绝代的女人，本来这些全都是属于我的，都怪他太绝情。如果他当初肯服个软，拉我一把，我怎么会落到今日这般身败名裂的地步？哎，兄弟，你蹲这儿干嘛呢？走走走，老哥今儿个心情好，请你去街角喝碗阳春面。苏玲儿，滚出来还钱！你们是什么人，竟敢私闯民宅？我要去顺天府报官了。报官你去报啊！先把苏烈儿这贱妇叫出来，她在江南最大的地下赌陵欠了我们东家足足2万两白银。莲儿，他们说你聚众烂赌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景之，是前头那个夫君逼我的，我不去赌坊，他便死命打我啊！我借银子钱都是为了拿银子去官府打点，好把江江挣回到
今日拿不出银子，就拿命来抵！还钱！不！你是他男人是吧？2万两白银，明日午时前，1文钱都不能少。过了午时，泼的就不是红漆了。景城，你赶紧回侯府找你爹娘拿银子2万两，明日午时前必须拿到。你方才竟然推我，让我去替你挨棍子，不然呢？难道眼睁睁看着我去死吗？你不是堂堂顾家小侯爷吗？你不是发誓绝不让我受半点委屈吗？如今连2万两白银都拿不出来，你算什么男人？我已经净身出户了，我上哪儿去给你弄这2万两？那是你的事，滚回顾家！你是下跪也好，磕头也罢，把银子给我弄来。父亲，父亲，开门啊！借我2万两，救命啊！父亲，借我2万两，儿子以后做牛做马，卖苦力还给你。有人要杀莲儿啊！卖苦力，你便是在街头兜售一辈子的水桐香，也赚不到这2万两。当初签下净身出户的契庄时，你不是大言不惭，说离了顾家也能活吗？父亲，那是地下赌坊的印子钱，真的会出人命的。你为了个满嘴谎言的赌徒，把结发妻子和亲生骨肉抛在家里，如今那赌徒惹了杀身之祸，你倒是想起顾家的银子了。儿子真的知错了，求父亲看在骨肉清远的份上，顾家的银子1分都不会流进那种女人的口袋。来人，给我打出去！今晚看在念安的份上，你帮我这一次。念安的父亲在3个月前就为了他的真爱自愿净身出户了。你现在是以什么身份来向顾家的当家人借这笔巨款？今晚我快被逼死了。你的真爱还在等你拿银子去填窟窿呢，别在这里耽误我休息的时间。2万两白银，仿佛过往的谎言在脑海中炸开。他骗了我，苏莲儿那个贱人，他全都在骗我。银子拿到了吗？父亲不肯，我被侯府的家丁给赶出来了。2万两白银，1文钱都没有。我跪在大雨里求他了，他们连大门都没开吧？你以为下跪就有用吗？顾景亭，你以前能在京城里呼风唤雨，靠的是顾家大掌柜、堂堂小侯爷的身份，不是靠你这双一文不值的膝盖。莲儿，你给我点时间，我明日再去寻以前的那些朋友借钱。你今日去街头推销那水沉香，借到娇娇那3000两的束修了吗？明日午时，那要命的白刀子就要架在我跟娇娇的脖子上了。拿什么来挡？拿你那感天动地的净身出户吗？莲儿，今晚别进我的房门，我怕我看着你这副烂泥扶不上墙的样子，就觉得恶心。连明日去跟那些催债的赌房打手周旋的底气
都没了。哼，你就在外头睡你的硬板榻吧。夫君应酬到这么晚，未及又该饭了。先把这碗热乎的参汤喝了吧。这件狐裘披风我已让人在炭盆边烘暖了，披上，再回榻上歇息。今晚在侯府后宅等了我7年，那亲手喂下的汤药，烘暖的披风，我却为了一个所谓的真爱，将它狠狠推。现在，我在这破庙般的地方，竟连一条能御寒的薄 gay 都没有。顾景亭啊，顾景亭，你到底什么给弄丢了？你速去告诉王大官人，问他明日午时可还方便。那2万两白银的窟窿，只要他肯出手相救，我苏莲儿什么都听凭他安排。他说的对，我脱了顾家小侯爷这层皮，根本什么都不是。今晚我真的选错了吗？王壮师，条款都按我说的加死了吗？回老侯爷，改死了。顾家60%的核心命脉股权全数击无转入，不可退销的宗族铁器。这份家业唯一的受益人是小小姐念安。在念安小姐年满18岁之前，由上官清婉是拥有绝对的代持权和1票否决权，任何人都无权干涉。不可撤销？什么意思？说人话！签字生效之后，任何人都无权更改，包括您本人。念安年满18岁之前，代持人的权限范围呢？由您全权代持，独立行使表决权、分红权以及处置权，任何第三方无权干涉、撤销或转让。我只问一句：顾景亭那个逆子，如果以后反悔来闹，能扣除哪怕1毛钱吗？不能，不可取消，意味着连您本人签字都无法作废。顾景亭小豪爷的净身出户协议已经生效，从今天起，顾氏集团就算分红发1桶水，也端不到他面前。3代人的基业，差点毁在一个逆子手里。青婉，这份宗族铁器，不是给你的报酬，是我把顾家上下的身家性命都交到了你手上。念安是我的嫡亲孙女，你是她的亲生母亲，你守得住她，就守得住这100年顾家。公爹，您可想好了，这一步走出去，便再没有回头路了。哼，回什么头？那个白眼良连亲生子肉都不要了，他不配入我顾家的图谱，更不配姓顾。公爹，这字一签，印一盖，顾景亭在宗法大义和衙门律队上，可就彻彻底底是个与顾家毫无关格的陌生人。您当真不心软？哼，心软？他把你们母女狠心推倒，跑去找那个满嘴谎言的赌徒时，他可曾有过半点心软？签！我顾家绝不养白眼狼。今晚这60%产业的干股红旗，够不够你给念安筑起一道的铜墙铁壁？契书即刻生效。少夫人，从此刻一起，顾家名下的万贯家业，尽归您一人掌控了。公爹，何止是铜墙铁壁？
我要让顾氏商号成为旁人永远高攀不起的奸丑壁垒。顾景亭，你为了几滴狐妹子的眼泪就随手扔掉的家业与底牌，如今我全盘接收了。从今天起，顾家的规矩由我来定。